我最近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有些影片其实内容是普通的，但是就是会被看完，反而有些内容它是很有价值的，却没有什么人看。我后来才意识到一件事情，现在观众在看的可能已经不是内容的本身了，而是他在决定要不要继续看你。How's Grayson？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。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我整理了一份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的下载。那首先第一个判断呢，就是这值得我停下来吗？第一个判断其实发生在影片还没有看之前，观众在滑影片的时候，大脑其实一直在做一个非常快的决定，我要不要停在这里？这个决定很关键的是，它不是理性的。观众他不会真的想这部影片它到底有没有价值，他只是在 0.5 秒内做一个预测，他的脑袋里在问的就是如果说我停下来了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这个画面这句话让他觉得大概知道了，那么他就会直接滑走。所以很多人就会误会一件事情，以为前3秒就要讲重点讲干货，但其实刚好是相反的。前3秒最重要的不是去给答案，而是让观众觉得我还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。你可以去想象一个场景，如果一支影片一开始就说今天我会教你3个方法去提升观看数，那观众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构了，大脑就会自动的去判断 OK 又是这种影片，然后就会选择关掉影片。所以说前3秒真正的不是去给内容的本身，而是你有没有打破他的预测，让他会觉得等一下好像这部影片有点不一样。只要这个判断没有过，那么你后面怎么再好都是没有人会看到的。那第二个判断呢，就是这个画面会不会很无聊。第二个判断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，观众在看你影片前几秒的时候，他不只是在听你在讲什么，他其实已经在预测一件事情了，这支影片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一直都是这样。如果说答案是会的，那么他就很容易直接离开了。因为人类的大脑对于变化来说是非常敏感的，一旦画面它没有变化，大脑就会自动的去帮助你做一个结论，后面大概也差不多，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往下看了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是内容不够好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呢，你的画面已经让观众觉得提前已经看完了，他不是会看完才离开，是在前几秒就已经决定后面值不值得看。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有些影片它其实内容是普通的，但是它的画面一直在变，这样观众反而是会看得更久的，因为大脑一直被新的刺激去抓住。而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做法，就是有些创作者他不是去重拍很多的素材，而是他们会选择用 AI 去改变同一段内容的呈现形式，让画面看起来像是不同场景、不同角度、不同人物，甚至是不同的氛围，但其实讲的还是同一段内容。那这种效果呢，其实是可以使用 Alice 来快速的做出来的。那现在呢，我进入到 Alice 里面了，我要选这个 AI Toolkit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把我录制的画面呢，去变成不一样的效果，有这3种效果。那我选择它的 AI Image 功能，在这边呢选择 Nano Banana 2， 这边我选择上传图片，我选择的是这张图片，然后呢我就会输入这样一个提示词，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，可以暂停截图一下。这边底下选择16:9的横屏格式，你可以选择图片的品质，以及呢要生成多少张的图片，接着呢就可以选择开始生成了。那这个呢就是我的第一张图片了，你可以看到呢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我保留了我的人物，但是呢我改变了一个场景。那接着呢我就可以使用这张图片呢去作为我的基础，然后呢我可以改变人物，但是呢去保留我的周围环境，你可以参考这样的提示词。接着呢我又可以使用这样的提示词再去生成这样的图片。那在我们生成完图片之后呢，再选择这个影片选项，我要切换 AI 模型，选择 Alice 最新推出的 Clean 3.0 Motion Control， 在这里上传刚才的图片，
首先呢，我选择的是这一张，然后这边呢，我要去上传一段影片。很多人做 YouTube 都会遇到一个很挫折的问题，你花了几个小时，甚至是几天做了一支影片，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使用这样的提示词来去生成影片，大家可以来看效果。很多人做 YouTube 都会遇到一个很挫折的问题，你花了几个小时，甚至是几天做了一支影片，接着我就使用同样的方式，把这两张图片呢变成影片，结果发出去之后，观看数一直卡在100、200、300，甚至连500都过不了。结果发出去之后，观看数一直卡在100、200、300，甚至连500都过不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呢，不是工具有多厉害，而是你在打破观众的预测，让他的大脑没有办法去快速下结论，这部影片后面会很无聊。一旦这个预测被打破，他就更有可能继续的看下去。那下一个判断呢，就是这支影片有没有感觉。第三个判断其实是更隐性的，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。观众在看影片的时候，不只是理解你在讲什么，他其实一直在感受一件事情，这支影片有没有感觉。很多影片它的问题不是内容不够好，而是有没有情绪。在看完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学到了一些东西，但同时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因为人类的大脑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，人会记住情绪，不会记住资讯。所以很多你印象深刻的影片，你可能已经忘了它到底是讲什么了，但是你会记住那种感觉，可能是压力，可能是共鸣，可能是一种被理解的感觉。而这种感觉很大一份其实是由声音来决定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同一段的画面，如果说没有声音，跟有节奏有旋律的声音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有些创作者就会开始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他们会用 AI 直接去生成一段有歌词的音乐，而且这段歌词不是随便写的，是直接对应了你的影片的主题。例如说我在讲做 YouTube 很难，人启动很痛苦，我就可以用 AI 来生成一首歌来表达这种情绪，既会让观众觉得这十分有趣，同时也增加了观众的记忆点。那想要去制作 AI 歌曲呢， Alice 也能够帮助你完成。这边我选择 AI Music， 在这边呢简单的输入一下你想要去生成什么样的歌曲，那我就想让 Alice AI 呢来帮助我生成情绪流行歌曲，略带压抑还有挣扎感，节奏是中等的，气氛内敛，但是有些希望。确保呢是使用它的 Lyria 3 Pro 能够生成非常高品质的音乐。那这边呢我也想有歌词，我就选这个 Lyrics， 这边选 Custom， 在这里呢输入一段歌词。此外呢你可以选择这个歌曲的时长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自动，或者说你想要去控制时长，这边有不同的时长你可以选择。还有这个 Alice Sound， 它能够去加强整首歌的品质，听起来更好听。然后你可以选择这歌曲它的不同的分类，有非常多分类你可以选择，还有歌曲代表的表情，以及歌曲它的主题，还有控制它的节奏。如果说你没有特定的要求的话呢，你就不用去选择了。再选了这个开始创建，那歌曲已经创建好了，我们来听一下。每天拍片没人看，演嗓发还在试探，竖起一直没起色，心里开始有点乱，看着别人一直爆，怀疑自己走错道，以为快要撑不下，是不是该停掉？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非常神奇呢？这种东西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专业，而是它同时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就是它创造了情绪，第二就是它变成了一个节奏的记忆。当文字和节奏绑在一起的时候，大脑是会更容易记住它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广告都会用洗脑的旋律。所以这件事情本质不是说你有没有用 AI， 而是你有没有在设计一个东西，让观众在看完之后还会在脑中重播。一旦它开始重播，那这支影片就留下来了。下一个判断其实跟现在的内容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以前的问题是内容不够多，现在的问题是内容太多了。所以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，其实就会下意识的去问一个问题：这支影片我在看完之后会记住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很多时候连观众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但是大脑一直是在做这个判断的。如果答案是没有，那么这支影片对于大脑来说就只是背景噪音，而大脑对于噪音的反应呢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忽略，甚至不是划走，而是看了但是没有留下任何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创作者他们会觉得很奇怪，明明影片是有人看的，但就是没有订阅，没有回放，因为观众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。所以问题它不是你讲的不够多，而是你有没有去设计一个可以被带走的东西。这个东西可以很简单，一句话，一个观点，一个画面，甚至是一段声音，但是它一定要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可以被压缩。因为大脑它在记忆的时候，它是会自动的去把复杂内容去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单位。如果说你的内容没有办法被压缩，那么它就是很难被记住的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影片你看完之后可以用一句话讲出来，那种影片通常就是会被记住的，反而是那种讲很多很完整的内容，看完之后你是讲不出重点的，那其实就是等于你没有被记住。所以这里真正的关键不是说你讲了多少，而是观众能不能够在离开之前带走一个东西。一旦他带走了，这支影片才真的存在过。下一个判断是最现实也是最残酷的一个，观众他在看影片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我要不要继续看？而这个问题不是最后才去问的，是每几秒都在问一次。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型，观众再用一样东西去交换内容，也就是他们最宝贵的时间。他花时间在你的这支影片上面，就会不断的去评估一件事情，这个时间值不值得。这其实就是一个投资回报的问题了。如果说他觉得接下来不会有新的东西了，或者已经没有更多收获了，那么他就会离开。而且这个离开通常是没有任何预警的，不是因为你的哪一句话说错了，也不是因为你的哪一段不好，而是整体的回报开始下降了。所以很多创作者就会误会，以为只要一开始吸引人就够了，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中间有没有持续提供新的理由去让观众留下来。观众不是被开头留下来的，是被你后面的每一段留下来的。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你自己的影片，如果说某一段它是没有新的资讯的，没有新的刺激，没有新的转折，那一段很有可能就是观众离开的地方。所以这里真正的关键不是说你的影片有多长，而是你能不能够在整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给观众一个理由，我要再看一下。一旦这个理由消失了，观众就会离开。而一旦你可以做到每一段都有新的东西，那么观众就会不知不觉的一直看下去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观众他不是在看内容，而是在不断的去做判断，你的每一段内容都在影响他要不要留下来。如果你想更进一步，不只是去让人看完，而是真的开始去把你的频道做起来，做出收入，那我会建议你接着去看这支影片。那我把从0到1000订阅获得4000小时观看时长，再到后面怎么去开始让你频道进行变现，整个过程呢都帮你拆解清楚了。你可以点击这边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